大家都在问中日冲突升温，下一步会怎么样？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看到一个比出动航母、比经济制裁更敏感的指标——猫熊。只要中日关系一变天，猫熊一定先动。日本境内最后2只猫熊确定明年2月通通要召回中国了。下一步要战要和，猫熊最知道。而说到了猫熊外交，再没有一个国家比日本更刻骨铭心了。你知道1941年，讲宋美龄夫人把2只猫熊要送去美国，结果轮船才出港6天而已。这一天，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炮火跟猫熊在同一个航道上交错着。这一天，世界的历史从此改写啊！我们知道中日关系最近相当的这个紧张，是那刚好现在日本在去过东京旅游的都看过上野动物园，里面有中国租赁给他们，也是当初外交送给了这个日本的大猫熊。其中呢，日本现在国内仅存的最后2只大猫熊，你可以看到小小还有蕾蕾，即将在明年2月这个租赁送给日本的这个时间就到期了。那明年2月不就是回到中国，是彻底决裂的时间吗？日本是不是？为什么不要继续待下来？如果在上野动物园是一个人气的明星的这个大家争相排队要看的，就继续留在日本呢？它创造了经济规模两头的这个猫熊就300亿元日元呢，所以你就知道说是有相当大的产值，但是有不少的中国人要求说把这个猫熊到期就要回来，所以日本民众也在担心说，日本是不是马上就没有了大猫熊？这个话题啊，也在中日2国都冲上了这个热搜啊。所以你看到中国的猫熊外交常常就是这样，对，炮火未动，猫熊先行啊。尤其是你看小小，它的意喻取名叫旭日东升的感觉，蕾蕾是绽放美丽的花朵，其实都是象征着当时中日友好和平那种意味。其实开启了猫熊外交，历史上一个是远的历史，跟近代史有2个女人。我跟大家讲，其中一个女人呢，唐朝的武则天。大家会说跟武则天有什么关系啊？一代女皇，当时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决定把猫熊送给了日本。为什么呢？根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最早在西元685年，也就是唐朝垂拱元年，也就是武则天开始亲政治理的时候，当时呢大权在握的武则天碰到了日本遣唐使，来到这个唐朝去学习，学习了之后呢，然后回国前，那武则天就在随从里面挑出了一大堆的贡品，其中贡品呢就有2头白熊，还有70张的这个白熊皮呀，那作为这个回赠给日本遣唐使，我想给你带回去吧。礼物就是带回去给这个日本的当时的天武天皇。是，所以呢，带回去日本，大家后来去考究，那白熊是什么东西啊？原来指的就是这个大猫熊啊！哇，1500年前，对，人类史上第一次的猫熊外交，武则天。你刚刚提到了，历次最重要的猫熊外交都是女性发动的。一位是武则天，那另外一位是谁？另外一位是近代史上的蒋介石的夫人蒋宋美龄。蒋宋美龄呢，在1941年的时候，当时呢负责中国难民救济的工作。那尤其是当时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难民，然后都有一个叫做美国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它是负责提供一些医疗器材、一些药品。那蒋宋美龄要负责去募款募资，那就会跟他们搭上线。那她跟她的姐姐宋霭龄呢，为了感谢这个美国救济中国难民的委员会呢，就宣布说要去赠送美国一对大猫熊。那当时就要去捕捉这个猫熊，不是很容易因为你要想想看，现在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繁殖的这个技巧，可是那时候要去四川的这个山上去亲自到捕捉了，然后他们还费了这个一番功夫，捕捉到猫熊之后呢，他们送给美国，美国当然很高兴啊。美国高兴的时候开始要宣布有这个赠送的这个仪式。那当时呢，为了和平，为了答谢美国，美国一直在援助中国嘛，对，所以他们准备送了这两头的这个猫熊。而在当时准备了这个典礼的时候，过程当中，你知道要向全世界广播，准备了多国的语言，所以有一个猫熊的这个赠送的典礼。然后日本呢，日本那时候其实已经在这个侵略中国了，对。然后侵略中国过程当中，他又要故意演戏。其实暗地里要假装对付美国，又要怕美国对付他，所以在那边尔虞我诈。然后日本就想派轰炸机来破坏这个赠送猫熊的典礼，想要扰乱它。那最后呢，你要知道送了猫熊之后1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这个事件爆发很讽刺哦。我刚刚说为了和平送猫熊，那日本是为了战争在布局要干扰之外呢，他的那个
他的这个要去轰炸美国珍珠港的船，跟送往美国猫熊的船几乎是同一个航道。天哪，好讽刺哦！交错，擦肩而过，差点没有被这个轰炸炸沉啊！所以是一个是和平的猫熊，一个是要轰炸珍珠港事变的日本的军舰。所以你不觉得说这个对照是相当的历史的意外跟讽刺啊？哇，你听到这个地方，我真的起鸡皮疙瘩。航道上一边是象征的和平友好的猫熊，两只这样往美国的路上，没有想到日本。他们开始要来偷袭轰炸珍珠港，也从同一个航道开始的。而且你要知道，美国当然也很喜欢这2头猫熊。事后在他们的这个飞虎队，飞虎队不就是自愿这个援助中国援华的一个这个他们退役了美国的飞行员，他们组成的这个飞虎队吗？飞虎队有3个中队，你看到第2个中队的这个队徽，他就用猫熊中队。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做纪念，所以你在历史上都可以看到说。真正开启猫熊外交的，从远古的历史1500年前到近代史啊，真的是有2个女人啊。好，建平来告诉我们了，猫熊外交，猫熊外交，这个好可爱的猫熊，它就如何在近代的这几十年来维系着当时的中华民国跟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呢？但是我就是要讲到维持外交关系，也不能再忽略掉2个女人。第一个女人，我就要讲。这个是美国总统尼克森的夫人，是为什么呢？因为当尼克森访华之后，跟中国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访问，被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对，那你要知道，当时国务院中国国务院总理是周恩来，他在接待这个尼克森夫人的时候，在晚宴上，尼克森总统的这个夫人，他就在这个晚宴的桌上把玩着。就类似这样的一个香烟的这样的一个盒子，那看着香烟盒子，他觉得这2头猫熊很可爱，他就一直拿在手上，爱不释手。拿着呢，这个时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走了过来，就把这个盒子又递了一个盒子给他看，他等于拿到了2个这个香烟盒，上面都有2头猫熊的图案，然后他就觉得说很疑惑，看着你那个周恩来，你怎么又给我了一个盒子嘞？周总理，我不抽烟哎。那你怎么送给我2个香烟盒？那没想到周恩来这个时候说，总统夫人。这个是送给你大猫熊，我们送你真的2头大猫熊。结果尼克森夫人顾不得外交礼仪，惊讶的跳起来，跑去跟他的总统老公讲说 ：“Honey， 我们现在要得到2头大猫熊，中国要送我们猫熊。”他那种惊喜之情溢于言表，也让尼克森总统夫妇非常的这个兴奋。所以后来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后呢，他们还真的送了。1972年4月。他们取名这个猫熊，一个叫星星，一个叫玲玲，到达了这个美国的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当时啊，2万多人直接在动物园门口迎接等候星星跟玲玲2头大猫熊到了美国啊。所以这个是1972年哦，老共跟美国的第1次的猫熊外交，哇，万人空巷。而且当时你要知道，就好像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台北在内，得到了这个大猫熊。当然是大家都争相去排队，是的，大排长龙去目睹。是，当时在美国游客每个小时就有超过1200多名的这个游客速度啊，在争相的排队，只愿意花那1-2分钟看到猫熊都心满意足了。然后开放之后1年内，美国自己也统计，大约有100多万美国民众去参观看这2只大猫熊。然后最后华盛顿邮报甚至破天荒的。他好几次的使用了一连串用象声词的英文的这个单字英文字母来做标题，来表达美国人民对这2头猫熊的巨大的惊喜。比如说，they are cute， 他们就非常喜欢这2头大猫熊啊。所以看到猫熊已经失去了该有的矜持跟专业，用这么轻浮的表达他们欢迎2头大猫熊的到来。不管从蒋宋美龄到周恩来，都循着外交管道。对，但你知道吗？第1头的大猫熊跃上了美国的国际舞台，透过什么管道？居然是偷渡，居然是走私，他怎么把它偷出去的？没错，第2个女人也跟猫熊有关，就一定要提到她。她是在1936年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中国，而且组织了一队大概19个人的一个探险队，到四川成都去寻找猫熊。是这个女人叫是美国的当时的一个时装设计师，也是一个社交名媛。哈克尼斯这个女孩子呢，她其实是继承她老公的遗志。千里迢迢坐船到了这个中国，组了一个19人探险队，去抱了这个活生生的1头猫熊。你要知道，当时她的老公和奶奶，你看看，好可爱哦。你要知道，她当时老公死在中国之后呢，她继承老公遗志，继续到四川的山上里面她到四川雅安的这个山上，对，2000多公尺海拔的地方。后来他们就去找这样的一个，他们其实也搞不清楚这个是什么东西，就觉得很像这个
就像狗又像猫又像什么动物一样，他们也搞不清楚你看那个屁股，然后他就觉得很稀有，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他们就是辛辛苦苦去把它猎捕。你要知道，在早期那种这个也没有那种这个生态保育的年代，他们抓到了之后，靠着猎人猎捕它，然后之后呢，想办法要把它运回到。你只是觉得它可爱，你也不知道它叫猫熊，你也没有什么保育的观念。那你总是从中国报了那个，你看好可爱，你要把它出关，你总要写那个海关清单文书。嘛。当时中国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所以你知道吗？在海关的清单上面写着什么？它就写着一只形状奇异的哈巴狗，价值20元。你把它当成哈巴狗，可是它的确，你看从那个木笼子走出来，它真的把它当成狗狗在抱在身上的宠物。而且你不要看哦，这是20块价值，当时的这个猫熊第一只想要走私夹带出去的，还惊动了美国，为了它来跟中国政府谈判呢。对，当时其实中国的这个很多人也没看过，然后不但有媒体去访问它，然后它要运出去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当然不肯啊，这么稀有，我干嘛让你带走？所以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啊就不同意。那美国政府当然是觉得说，既然已经有那么大的这个可爱的这个动物，那是不是中国可以放行？所以为了这个事情，两国政府还在这个南京啊举行了好几天的谈判。最后呢，《纽约时报》等他完成了把猫熊要送到美国的时候，还形容说，露丝啊获得了世界上最稀有的这个动物。而1937年，他们是1936年捕捉到的嘛？到了1937年，隔年他用8750块，不到9000块的美金卖给了芝加哥的一个动物园。你知道前3个月的这个参观人数就达到了32万5千多人，所以当时也在美国跟中国造成了轰动啊。放眼全台湾这个地方，西门町真实称得上是台湾的国门商圈呐。观光客回流之后，这个含金量最高的商圈，观众朋友，你有看到不？哇，给你出大代志了 ，Uniqlo 回来了，还不是回一间，都是回你一整栋6层楼的旗舰店。Uniqlo 的对手是谁？走路3分钟就能够抵达的本土服饰霸主 Net。你说这丢嘞？这个时候还有人去 Net 买衣服穿吗？我告诉你，唔通看鸟无店哦 ，Net 它年营收80亿。这80亿怎么来的？别以为它只是平价品牌，它才是真实服饰界最凶的掠夺者。没错，刚才军将讲到快时尚的这个 Uniqlo 跟我们本土 Net 在西门町呢直接短兵相接。好，那主要是这样的，因为今年5月的时候，原本的这个 Uniqlo 它在西门町有店面嘛，然后进行改装。大家想说，难道他是要离开吗？然后他说没有，我们只是要改装。那改装之后呢，现在重新开幕，它变成是一个6层楼的这个大店。那6层楼的大店就如我们现在看到，6层楼大店里面来说有560平，然后这个地下2楼到2楼是 Uniqlo， 然后3到4楼是它的副品牌叫 GU， 所以它等于是说，你看它这个从西门町站出来没多久的时候，事实上对面还有另外一家 Net， 2个只有差3分钟，所以我才说本土跟这个外来的2个直接短兵相接。那他知道，Net 也是蛮平价，所以他就说我要这个跟你迎战的时候，这 Uniqlo 的西门店呢，它反而推出很多这个特价的这个商品，那包括说他们主力的这个销售产品叫吸湿发热衣啊，就说我们这个产品跟你直接对刚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讲，实际上这几年如果你去 Uniqlo 的话，就是买这种所谓发热衣，因为它其实是以这种功能衣，比如说很多人买这种所谓这个羽绒衣等等，大家都说这是好的这个衣服。然后这几年在这个发热衣在全球攻城略地。那尤其它有一个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Heattech 的这个系列，那这个系列在2003年推出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卖了15亿件。然后 Uniqlo 的母公司呢，它已经变成是全球市值第2大的这个快时尚迅销公司嘛，变成第2大的这个快时尚的这个市值公司哈。那尤其是你看 Uniqlo 常常会办一些活动，比如说日前呢 Uniqlo 办所谓快闪活动，就说你来打卡，我就送你发热衣，就像。这个是30度的天气，30度，大家干嘛大排长龙为了一件发热衣？对，30度很热，就为了要领这个发热衣，发热衣是冬天穿的，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而且在11点活动开始，10点就有人排队，那甚至有民众说我在30度的高温下面排队2个小时啊，所以你就可见 Uniqlo 这个发热衣到底是多受大家的注意。好，那你想说，Uniqlo 发热衣来势汹汹啊，那 Net 有在惊吗？Net 也没有在惊了，为什么？
实际上 Net 也有类似的产品，我有买过哈。那有民众就发文就说，我近日才买 Net 的这发热衣哈，就刚试穿不到3分钟，用规个人都修起来哈。而且他说一件呢才279啊，2件才550块啊。他说 CP 值很高啊，他说没有错。事实上我以这个价位来说，的确是比这个所谓 Heattech 的衣服要便宜很多。他说 Uniqlo 一件发热衣的 Net 可以买2件哦。那甚至还有网友就说，对，你说的对。我去年就已经买了，那当买的时候呢就缺货，所以他说我给你铁渣都给它卖起来啦，所以他今年就赶快买好。那你想说 Net 只有这个发热衣比较便宜没有？实际上最近来说就有网友在这边试，因为他们有推出所谓的红标商品，那有时候不定期的推出红标商品啊，就像你看这个外套，这件女生穿的外套90块，里面这件小可爱大概60块。然后这个裙子329，然后这个鞋子399，你看武器878，龟书878，对，然后你看这一套外套90，然后里面的这件衣服这个60，然后这个裙子138，然后这个所谓鞋子120，加起来才这样。所以到408，他说那么羞羞，这个会不会太没有武德了啊？对，问题是他赚得到吗？对，那你说那只是红标商品，然后没有，事实上如果你有注意在这个北捷这个忠孝复兴站旁边有一家这个 outlet Net 的 outlet 这里面1年4季都有维持所谓的5件3折的优惠，包括男女装啦、童装啦、包包啦、皮带等等都有那很多人就说，对啊，其实 Net 一直给我们印象就是高 CP 值嘛。今天一个企业值钱，除了刚刚白花花的钞票是财报上你看得到，还有财报算不出来的，可能更贵的是企业形象。这段画面这几天真的是炸锅了，你开口看这一集吞了，还不如这样无意间拍下的一段快门。对，没错，事实上 Net 的给人家印象都是还蛮不错的那为什么这样？你看，这是发生在这个高雄仁武的 Net。那因为有一个阿嬷，她可能那个坐的代步车，她要进店里面不方便进去，就没有店员就看到，店员就说：“妈，你免的，你别爱什么衫你搞我讲我贴给你看。”就没想到店员就一件一件拿给这个阿嬷看。然后很多网友就看到这个就说，这也太赞了吧！很多你看大家看到这影片都点赞，而且他也很有耐心的跟他讲说这杀这样，那就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就说，目前为止已经300万人看了，他就说表示我要用新台币下 Net 了你看这个。看到画面你就觉得很暖心。阿嬷无方便去吧？对，我给挖沙尽量下出来，好你试穿，对，好试看那你说只有这样吗？没有，我们市场我们都知道这个活动，它每一年岁末年终的时候，它各县市的门市会开放，那开放就邀请这个家福的儿童来挑这个新衣服。你看，这就是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个画面。然后它提供每个人有2000块的提货券，然后近年来提供说，如果你这个家境比较清寒一点的1岁以下的儿童，我给你1万台币的这个提货券。所以这个活动呢，就像已经维持了17年，所以这个每一年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都看了，觉得还蛮暖心的对，为什么开场我跟大家形容说 Net， 我这样形容说它是一个服饰界的最强掠夺者。说到 Net， 你都会想到在东区SOGO旁边过去那个永福楼那一整栋，现在已经给我打包起来，变成了 Net 一个专卖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大家已经下巴要掉下来，没想到就在最近一桥之隔的三重，它包下更大。你每一个月的租金要100万包下了这一栋，我就问100万呢？你要卖几件衣服？还都金价屋呢？但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底气包下这个金店面？对，没错。上我就讲企业好形象的时候，有时候或许房东呢也乐意租给你。好，为什么这样讲？他租下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三重，在这个三重台北桥的捷运站旁边的佑民医院的旧址，那9层楼有超过1000坪。那市场预估说这个租金大概每个月是120万到140万。然后他就说我地下1楼到8楼作为卖场使用，然后9楼规划为办公室，然后在今年的12月20号开幕。这个地方蛮热闹的哈。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里面来说，靠近这个三重的这个台北桥这个地方，它边有三重的 City Link 它在2026年上半年要营运，然后再加上说新北第2行政中心也在那边。那尤其是三重跟台北只有一桥之隔，那边来说的话，又比较没有这种大型的这个 Net 的店面，所以他就决定在这边开。好，那决定在这边开的时候，刚才军长不是讲到吗？东区的时候，在这个店面的时候，40年的这个江浙老店江浙菜老店永福楼，之前关的时候大家都很心酸，说这个老店撑不住了，为什么？他说我一个月租金要600万，我当然撑不住啊，对。然后2019年就2月把它关门了，然后大家就说，难道你这个房东是要赚钱还是怎样？当时大家曾经有指责过那这个房东呢是台北东区的这个神秘帝王叫林世基家族那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土地很多啦，我用这个听说它拥有7座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的土地这么多，所以你就知道哇，这个真的是太有钱了。那你想说，那他就是等着这个租金再继续往上调吗？没有。对 ，Net 后来就说啊，我理解店面后果好不好？就没想到，大家记得清楚哦，他之前的永福楼的租金是月租金是600万哦，哇，结果 Net 他就说我给你320万，大家想说怎么会更低？他就说这样子啊，你用12年租下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林世基家就说，我看你长期帮助这个家福的中心，所以形象不错，那我就用低价，所以看，形象好，其实也会让这个业绩有长虹，而且还可以省到租金啊，哈。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Net 目前在全台湾大概有150家店面，如果你看到最近期的话，他把很多原本的街边小店都把它关掉，它变成是开大店。那为什么开大店？说真的，你看 Uniqlo 现在不是也把店面开大，我也把店面开大。店面开大是怎么样？就是说我要一进去的时候，男装、女装、幼装、童装，什么鞋子什么我都有了，一次购足的这个状况哈。所以他近期来说啊，又说我要在信义区啦，我要在南港等地的，我要这个展店，而且他说土地需求就是600到1000平。你看他在三重也是这样，对不对？然后他说动辄，而且他一租了。就是给你租10年以上，所以等于是用这样的可以的这个撑住的一个状况。那你想说，哇，那他真的营收有这么好吗？我跟他讲，我们以目前为止的这个台湾成衣的这个营收排行榜的话，Net 是第1名的，那它有80亿哦。然后 Latif 是很多人要买的这个电商是60亿。然后美而快是这个32亿，然后 One Boy 是25亿哦。那尤其是 Net 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它2020年的时候，当时年成长是50%，所以等于从2020年到2024年这几年来说话，大概营收了翻了大概是60%左右的这个成长。好，那为什么你要想可是问题是他都花那么多租金，他养得起，到底有没有赚到钱？还是说你只有赚到租金，没有赚到这个钱呢？我跟他讲。事实上，我们他早年开设的时候，因为老板叫黄文珍，他早年开设的时候，他是云林人，所以他就说那我为了要照顾我觉得他这也是好心，他为了要照顾家乡所以他在很多郊区开了一大堆店，就开了一大堆店的时候，包括说什么云林的虎尾他家乡的，然后彰化的员林等等，很多中南部都有 Net 啊，问题是那时候 Uniqlo 不会去，所以反而这些变成他获利的缓冲区，这边让他的独占之区，那也是因为他当年呢想要帮助这个乡下的时候才开了这些店，所以反而现在变成是他最重要的获利来源的所在地。年营收80亿，我就问，刚开玩笑讲说，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武德，打到骨折再骨折？他靠什么赚钱？对，没错，我刚才就讲嘛，黄文珍原本呢他是这个所谓云林人，对，那70年代当时他做代工，就没想到做到代工的时候一直卖不下去，所以呢，他后来就把这个外销的库存品的特殊商场应用而生，所以很多人有逛过了。主妇商场，对，这就原来是他设立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老照片当时应该很多人也有去买这个主妇商场的这个产品就没想到他就说这个好像外销回来的衣服呢卖的也不好卖，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就开始转型变成是包办设计、通路跟行销，然后后来说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做一个品牌，就叫 Net。那他一开始开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他早年的时候是在很多乡下地方开，然后在数年之内就用这个每2个月开一家店的这个速度在拓展，所以他一开始是乡村包围城市的一个方法。而且那个年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Net 或者是那个年代是对打的是谁 ？Giordano 对 ，Henten。那现在这个年代，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 Uniqlo， 对，不是猛龙不过江。最后我们要先底牌，那个80亿年收的不败秘诀，居然答案在这个三角形啊！所以好，我们就讲，实际上我们要业界来说的话，有一个叫做所谓的它怎么定价格。那定价格他们叫做定倍率。什么叫定倍率呢？就进货成本乘以定倍率，那就是变成是一件衣服卖给消费者的零售价。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了。假设我进货成本是10块。那我把它乘以2的话，就是卖20块，就是卖20块就卖给消费者，这个定倍率就是2倍。那一般来说的话，电商大概2倍，那快时尚是4倍，百货专柜是6到7倍，也就是说，百货公司卖给你的是它原本进货价6到7倍这样意思那你看电商2倍，可是呢，不对啊，这个 Net 你是快时尚啊，快时尚是4倍，就没想到他就把它定在2。哇！为什么定在2呢？因为因为它的量够大，是，而且它的供应链非常的集中，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压低它的定倍率。2的定倍率是电商，它可以做到零售商是这样，你就要说它的竞争力其实是来自它的库存，还有来自它的管理能力。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